我叫顾念熙，是江城首富顾家的大小姐。在江城，我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我妈生我时难产走了。爸爸怕我孤单，从孤儿院领养了个男娃，对外宣称是龙凤胎，他就是我哥顾言。小公主，22岁生日快乐！只要是你想要的，哥哥都会捧到你面前。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这22年，他对我百依百顺，疼宠入骨。我早当他是亲哥哥，我懒得管家族那些事，爸爸便有意让他做继承人，把顾家交给他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会为了心机女和我们翻脸，亲手撕碎继承人协议。想要我继承顾家，可以，但联姻必须顾念熙自己去。果然还是养不熟的外人。既然继承人的位置你不想做，那就给我滚下来！和海城豪门家族贺家联姻，能让顾家坐上亚洲首富的位子，但他们家小少爷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。老爸不能让你跳火坑，本想回绝，没想到顾家附属家族林家的林薇薇主动提出替嫁。林家世威，以她的身份只能嫁进23流家族，她是看中了贺家顶级豪门的名，所以想搏一把。不过她到底是替你挡了联姻，所以我决定收她当干女儿，再给她1000万嫁妆当补偿。认亲和嫁妆的事你亲自操办。好的，老爸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联姻的事先放一边。念念，顾家继承人的位子你真的不考虑吗？爸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只想当个混吃等死的千金大小姐。哥哥不是在集团干得挺好吗？就让他当呗。你呀，行吧，虽然他是养子，但这么多年他对你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，跟亲儿子也没区别了。既然你不想当，老爸也不逼你，就让他当吧。叫顾言来书房。小言，顾家长老团和顾氏集团董事会已经同意立你为继承人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一辈子照顾好念念。我喜欢薇薇，我要娶她，联姻凭什么要牺牲她？想要我继承顾家可以，但联姻必须顾念熙自己去。你说什么？顾言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那个贺家小少爷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你怎么能把你妹妹往火坑里推？那你们就要牺牲薇薇的幸福，逼她去联姻吗？哥哥，你误会了，是林薇薇自己找上门，亲口说愿意替嫁。够了，顾念熙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。如果不是你和父亲仗着顾家的权势威逼利诱，薇薇那么清高的人，怎么可能愿意替你去那种地方受苦？荒唐！我顾家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要是林薇薇真不想嫁到贺家，我们绝不会强人所难。我现在就打电话回绝贺家，取消联姻。阿言哥哥，不要为了我和顾总吵架，我是心甘情愿替念熙小姐去联姻的，只要顾家能好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顾念熙，你看看薇薇多善良，被你们逼成这样，还在替你们说话。顾言，你听清楚，顾家从未逼迫过他，相反，还因为他提出替我联姻，给了他大把的资源、人脉和1000万嫁妆。林薇薇，当着我爸的面，你敢摸着良心说，你真的不是自愿替嫁的？你干什么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逼迫薇薇？都给我闭嘴！这个联姻就闹得家庭不睦，兄妹不和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个联姻干脆作废。不行，两家联姻的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如果这个时候反悔，只会得罪贺家，对顾氏集团没有半点好处。况且和贺家联姻合作，顾家能登顶亚洲首富，这么大的利益，怎么能说拒绝就拒绝？好啊，联姻不能拒，替嫁你又舍不得，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顾念熙，你平常高高在上，享受了顾家20多年的荣华富贵，现在也该为家族做点贡献。这个联姻，你自己去。畜生！你说什么？你为了护着这个女人，就要让你妹妹去填火坑？薇薇不是心机，她是我见过最单纯、最善良的女孩。你这么护着林薇薇，还要娶她？你可还记得苏家大小姐苏曼曼才是你的未婚妻？苏家是顾氏的第2大股东，不能轻易。那就让苏曼曼在我身后当个跟班吧。总之，林薇薇才会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。
你们要是想让我继承家族，给你们养老，那就让顾念熙自己去联姻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我等着你们求我回来。阿言哥哥，你刚才冲动撕了继承人协议，万一顾总真的生气了，不把继承人的位置给你怎么办？怕什么？顾家就我这一个儿子，他不给我，难道给那个迟早要嫁出去的顾念熙吗？放心吧，她就是个娇气大小姐，这些年都被宠坏了，除了撒娇买东西，什么都不会。贺家虽好，却有2个儿子，更何况联姻的小儿子不学无术，根本不可能被立为继承人。但顾言不同，顾家就他一个男丁，千亿家产迟早是他的。只要我牢牢抓住他的心，未来我就是顾家的女主人。阿言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22年了，我给他最好的教育，怕他发现自己的身世后多心，我对外宣称他是你的亲生哥哥，给他顾家长子的尊荣。他也一直装得尽心尽力，做好了哥哥的职责。我真心把他当儿子，可没想到，念念，你看到他提贺家时的眼神了吗？满眼的算计，哪有一点顾家人的样子？到底不是顾家的种，养不熟啊！念念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爸爸，我没事儿，只是没想到顾言他真实的性格竟然是这样。你怎么看顾言？刚愎自用，不顾亲情，难堪大人。我也这么想。既然他自己不想当这个继承人，那就别做了，一切回归正轨。念念，看来你是不能躺平吧？爸爸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无脑千金，我只是想着，既然他一直对我这么好，我便收起锋芒，安心做个被宠着的米红。谁能想到，区区一个林薇薇，就让他撕下了20多年的伪装，露出了真实的人品。既然继承人的位置你做不明白，那就给我滚下来！顾总，顾言干的好事我已经知道，让我女儿给他当跟班，他这是在打我们苏家的脸。老苏，今天召集股东会就是为了这件事，是我教子无方，养出个白眼狼，委屈了曼曼。但你放心，我们2家是世交，婚约也是早就定下的。顾家继承人的另一半必须也只能出自你苏家。可现在顾言铁了心要娶林薇薇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让念念当继承人。顾言做的事确实令人发指，不配再做继承人。但让念熙小姐接班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是啊，念熙小姐平常不是看秀就是买包，很少在集团内部走动，突然接手，如何服众？各位叔伯的疑虑，我理解。这是集团去年的年报，其中我经手的项目平均盈利率比顾言高出15个百分点。以前有他挡在前面，我乐得清闲。现在他难堪大用，我自然该回来，给家族分忧。继承人看重的是办事能力，念念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反观顾言，在集团这么多年无功无过，资质平平，当初他要接任，在座反对的还少吗？可念念小姐毕竟是女孩，迟早要嫁出去，难道让顾氏集团跟着夫家改姓不成？谁规定女孩就必须嫁出去？我们苏家入赘不就好了？阿彻，来一下会议室。念念，你看我们家玉彻怎么样？比你大了5岁，老是老了点，但品性样貌都还行。爸，我今年才27，而且你这架势怎么像在卖儿子？哼，怎么你还委屈上了？不委屈，只要念念不嫌弃，我立马入赘，从此顾苏2家不分家。怎么样，念念，我这儿子你可看得上？苏伯父说笑了，宇彻哥哥很好。好，念念和雨乔的婚事那就这么定了。继承人我们没意见，但顾言死活要娶林薇薇，和贺家的联姻怎么办？难道要退了？当然不退，失信于贺家，无异于自断财路。联姻之事也拖了很久了，再让林薇薇去，恐怕分量不够。我记得贺家还有个女儿，性子跋扈，谁都看不上，让顾言去，
顾家长子的身份配他足够了。让他一个大男人去入赘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残忍？这些都是念希小姐的珍藏，我拿了，万一她不高兴。她马上要嫁去贺家，这些都是顾家的财产，我不会让她带走。你是顾家未来的女主人，喜欢什么随便拿。那我不客气啦。赌对了，我本想通过贺家挤入豪门，可在贺家寄人篱下，哪有在顾家当女主人自在？好漂亮，阿言哥哥，我们订婚的时候我想戴这个。谁让你碰他的？是阿言哥哥允许的，我以为顾家的东西他都能做主，没想到。顾念希，你什么态度？微微马上就是你嫂子，拿你几件首饰怎么了？这是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，顾言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那又怎么样？妈去世这么多年，微微看得上是她的福气。念希小姐这么宝贝这件遗物，是想带去贺家当嫁妆吧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顾念希，从答应联姻起就不是顾家人，没资格再碰顾家的财产。你能带走的嫁妆也得由我来定。你要是还顾念亲戚，就把皇冠还给我。碎了也好，省得你跟微微争来抢去。回头我给微微买点更贵的。这晦气的东西早该扔了。说什么？既然你不念亲戚，说我是泼出去的水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顾言身为顾家长子，理应为家族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念念说的对，顾言享受了顾家最好的资源，也该回报一二了。况且贺家在海城也是数一数二的家族，顾言入赘也算门当户对。顾言这身份分量确实够重，他去贺家既保住了顾家的脸面，又履行了联姻的承诺，一举两得。可万一他怀恨在心，到了贺家之后和贺家互陷和谐，反过头来对付我们顾家怎么办？就凭他资质平平，眼界狭窄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他若真有翻云覆雨的本事，今天站在这里和诸位对话的就是他了。不过诸位担心的也不无道理。念念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顾家拿出了十足的诚意，将唯一的长子都送出去了，那这聘礼和嫁妆就得重新谈谈。贺家怎么着也得在城西项目上多让我们2分力，才能说得过去。贺家能同意一种近乎割肉的条件吗？这不是请求，是交易。我们顾家用长子的婚姻换他们实打实利益让步，他们若是不愿意，那就是他们贺家先失信。至于顾言，你们觉得贺家会那么轻易相信一个曾经差点成为顾氏继承人，被他们用城西项目高价娶回去的赘婿？好一个弃子利用，利益最大化。念念这丫头有乃父之风，甚至青出于蓝。我苏家全力支持新任继承人。我宣布，即日起，原继承人顾言的一切培养计划、职务权限全部替换为顾念希。2天后，我将亲自为顾念希举办隆重的继承人接任仪式，昭告整个江城商界，顾氏的未来由顾念希执掌。怎么样，老爸亲自带人布置的办公室，喜欢吗？老爸布置的，当然喜欢。说正事，联姻的事昨天已经和贺家谈妥了，他们对换成顾言入赘不仅不介意，反而很乐意。城西的项目，他们也如约让了3分利。他们当然乐意。豪门联姻说白了就是利益捆绑，顾家主动送出长子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仅是诚意，更是我们送过去的高级人质。成人礼站了1天了，脚痛了吧？还是哥哥疼我。爸，这是我特意准备润肺茶，您主持我们的成人礼辛苦了。还是小妍细心，念念这丫头只顾自己开心。妹妹是公主，当然只要负责开心就好了。1年过后你们就成年了，我们来拍张合照。爸爸、妹妹，我们一家人要一直幸福的在一起。顾言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到底当了22年的家人。小时候你半夜发烧，他守着你一整宿不敢合眼。我胃病发作住院，他放下考试跑来医院照顾我，这些我都记着。若是没有这次的糊涂事儿，他确实是个完美的哥哥。所以我决定，除了之前给林薇薇准备的嫁妆，再从我私人名下划5%的顾氏股份给他，这样他不至于被贺家看轻。若他从此安分守己，我100年之后的遗产也会给他1份。但他要是吃里扒外，顾家给他的所有东西，我会连本带利全部收回。爸爸考虑的周全，我没意见。他当了我这么多年的好哥哥，只要不触及底线，我不会动他。你有分寸就好。爸爸去准备2天后的继承人接任仪式了，让雨彻带你在公司转转，熟悉熟悉。
顾言，哥哥，这是顾家给你的最后一点情分，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你好好把握。念念，这是集团近5年的核心项目档案，我按优先级给你标出来了，以你的能力，3天足够上手。麻烦你了，玉帅哥哥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是顾家的继承人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倒是你不在家备嫁，跑来公司瞎转悠什么？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念希小姐是怕嫁去贺家受苦，特意跑来求顾总收回成命吗？抱歉啊，念希小姐，我本来是真心想替你去的，可见到阿言哥哥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他了。求你成全我们好不好？微微，你犯不着求他，联姻本来就是他该尽的职责。你确定要为了林微微，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？是，顾念希，你听清楚，只要我在顾氏1天，你就必须去联姻，找谁都没用，这事没得商量。顾言，你真以为自己坐稳了继承人的位置？你今天把话说得这么满，就不怕来日收不回来？哟，念希小姐，难怪你不愿意嫁去贺家呢，原来是在外面养了野男人啊！这不会是你从哪个会所里找来的小白脸吧？你，阿言哥哥，念希小姐好凶，我的脸好痛！顾念希，你疯了吗？你敢打微微？你还有没有一点教养？还有你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苏家的苏一彻。怎么，你们苏家现在连脸都不要了，就只会舔着脸跟在顾家后面当狗吗？顾念希，你敢打我？本来我还念着一点兄妹情分，想给你留几分体面，可你竟然不知好歹。兄妹情分？从你逼着我去联姻，任由这个女人诋毁我的那一刻起，你还有把我当过妹妹吗？顾总，这是贺家联姻流程明细以及嫁妆预算表，急需您过目批示。这么多嫁妆，顾念希，你是想把顾家的家产搬去贺家吗？我绝不允许！这份预算表我不同意。现金5000万，别墅5处，还有5%的股份。顾念希，爸爸信任你，才让你自己准备联姻事宜，你竟然重宝私囊！阿言哥哥别生气，毕竟是联姻，念希小姐想多带点嫁妆傍手能理解。只是这么多股份带出去，顾家以后不会要改姓贺吧？改姓？做梦！顾念希，你一个外嫁女，凭什么带走顾家的股份？顾家的东西都该是我的！顾少爷，您误会了，这份清单其实……闭嘴！一个特助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只要我还在顾家1天，你休想带走1分钱，现金别墅全部收回。至于股份，你更是想都别想。你确定？我这是在救顾家，你为了一己私利不顾集团死活，简直是顾家的耻辱。识相的话，主动把这些东西交回来。念希小姐，咱们女人说到底，靠的不就是娘家的照拂吗？你把资源留给阿言哥哥，他日后执掌顾家，自然也会念着你的好。你看微微多懂事，看在这么几年的情分上，我不会真让你空手出嫁，我会让财务给你拨个几10万买衣服。至于这次，想都别想。秦助理，立刻把这些资产划转全部撤销。顾少爷，您确定要撤销这些嫁妆补偿吗？废话，我才是顾家未来的主人，我的话就是命令。秦助理，你没听见吗？未来顾家的主人命令你把这些嫁妆全部取消呢。秦助理，按顾言说的办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哥哥，希望2天后的接任仪式上，你也能像现在这样大义凛然。那是当然。微微，我们走，去挑接任仪式上穿的礼服。小顾总，董事长本意是想让他带着股份入赘贺家，日子能好过点。现在他亲手把自己的底牌给撕了。既然他这么高风亮节，想为集团省钱，那我们就成全他，通知下去原本相应的嫁妆补偿全部取消。顾言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。阿言哥哥，今天来了好多人啊，不仅有各界名流，连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顾家唯一的儿子，继承人宣布这种大事，当然要大办特办。顾少，哦不，过了今天就该改口叫顾总了。顾少年轻有为，以后在江城还要仰仗顾总多多提携。顾少身边这位，想必就是未来的顾太太了吧？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阿言哥哥这么优秀，能站在他身边是我的荣幸。天哪，那是谁？好美！那是顾家那位被捧在手心里的大小姐，这气场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顾念希，你来干什么？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。
我记得顾少是个妹控，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，怎么现在翻脸无情，跟仇人一样？豪门哪有亲兄妹？在千亿家产面前，挡路的人就算是亲妹妹也得踢开。是啊，20年的兄妹情深，在利益和林微微面前，简直不堪一击。念念，何必呢？我说过，想让我当继承人，就必须你自己去联姻。爸爸今天召开这场继承人接诞仪式，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吗？顾言，你们就这么自信？今天的继承人仪式是为你办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念希小姐，顾家只有阿言哥哥一个男丁，继承人不是他还能是谁？还是你觉得你也能当继承人？他？不可能的。虽然从小到大爸都偏疼你，但那些都不涉及家族利益。可继承人是家族大事，顾家的家业不可能交到一个外嫁女手上。是啊，女人嘛，嫁个好人家就是最好的归宿了。念希小姐，商场上的事儿还是交给男人吧。微微说的对，顾念希，接受现实吧，你已经出局了，别再自取其辱。顾言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顾家的继承人，可是你的记性是不是不太好？那天在书房，你为了向你身边这位善良的林微微表忠心，亲手将继承人协议撕了个粉碎。后来爸爸应该还没有让你重新签吧？一纸协议撕了就撕了，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，我就算撕1万份，只要爸，我就还是顾家的继承人。没错，念希小姐，顾总既然办了这个仪式，就说明一切早已尘埃落定。仪式马上开始，你就站在台下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成为顾家继承人的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微微，准备好，等爸爸宣布完，我就牵着你上台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未来的顾家女主人。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阿言哥哥。感谢诸位来见证故事的历史时刻。顾氏集团历经100年，选拔继承人的标准从来只有一个：为贤为能。现在我宣布，即日起，我的女儿顾念希成为顾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，并正式担任顾氏集团总裁一职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顾家继承人不是一直默认是顾少吗？怎么换成大小姐了？听见了吗，顾言？是你出局了。念念小姐，这是您的继承人协议和总裁任命书，董事会和长老团已经签名盖章，即刻生效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一定是搞错了，爸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，我才该是顾家的继承人啊！要是顾言当不成继承人，我这段时间的经营就全白费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帮顾言把继承人之位抢回来，不然我什么都得不到。顾总，如果您是因为联姻的事和阿言哥哥置气才更改继承人，那都是我的错，我可以走。联姻我也愿意继续替念雪小姐去。微微你，阿言哥哥，顾总只是一时在气头上，只要误会解开了，继承人一定还是你的，我没关系的。顾总，您不能因为我一个外人拿顾家的未来开玩笑啊！继承人之事，你觉得我会开玩笑？继承人协议和总裁任命书都已生效，顾家的继承人从今天开始就是念念。爸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平常偏宠顾念希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要把继承人的位置给她，她是个女人啊！刚才我说过，顾家选拔继承人无关性别，唯一标准就是贤能，谁有本事让顾氏更上一层楼，谁就是继承人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！顾言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强求只会让自己变成笑话。闭嘴！爸老糊涂了，但董事会的那些元老怎么可能这么糊涂？他们怎么会甘心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骑在头上，掌控他们所有的身家性命？我不信！谁说董事会不同意？董事会全体全力支持大小姐。这不是苏家家主吗？听说苏家是顾氏除了顾家之外的第2大股东，手里握着20%的股份。苏家站台，难怪董事会的人会心甘情愿支持大小姐上位。不对啊，顾家和海城贺家不是要联姻吗？大小姐一旦出嫁，这顾氏的江山岂不是成了送给贺家的嫁？谁说大小姐要嫁出去？念念不会加入任何家族，因为我苏雨彻自愿放弃苏家大少爷的独立身份，入赘顾家。苏雨彻，你疯了吗？你堂堂苏家大少爷，竟然如此没有尊严，选择给一个女人当赘婿，你简直把男人的脸都丢尽了！
脸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硬装出来。更何况，我可不会像你一样丢了珍珠捡榆木。阿言哥哥，苏少爷要入赘，那跟贺家的联姻怎么办？难道还要我去？我不想离开你。微微别怕，爸，贺家是海城顶级豪门，最看重血脉门第。我劝您别陪顾念熙胡闹，立刻更正继承人名单，把他送去联姻，让一切回归正轨。您也不想我去贺家举报微微的真实身份，惹怒贺家吧？这点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贺家那边，我们已经重新谈妥了。什么？贺家要的是顾家血脉的联姻，是利益绑定。至于是娶还是嫁，他们并不在乎。林薇薇一个附属家族之女，分量确实不够。但如果是顾家的长子入赘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联姻不能取消吗？那你就亲自去履行吧。行李我已经让人替你收拾好了。顾言，准备一下，去海城贺家当赘婿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顾言，别挣扎。爸，他是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让我去贺家当赘婿？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们快看新闻，贺家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官宣了和顾家大少爷的联姻。现在你相信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之前不是还在疑惑，为什么顾家准备的嫁妆会那么丰厚，甚至还包含了顾氏5%的股份吗？那原本是爸爸怕你在贺家受委屈，特意为你这个去当赘婿的长子准备的底气，可你却亲手把他清零了。现在你只能两手空空的去贺家，我猜你未来的赘婿生活恐怕会非常艰难。不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把我送走，把顾氏交给顾念熙，难道就不怕这个草稿把顾家彻底毁了吗？是啊，顾总，你不能这么偏心。念熙小姐从小只会买包看秀，她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大小姐。顾氏交给她，迟早要还蛋。草包，顾言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你进入集团5年来的所有项目考核。你在集团几年，除了每天摆你的 bug 架子，没有任何一项实质性的作物。所有的盈利项目全靠底下的总监死撑，而顾氏近3年利润翻倍的项目，背后真正的操盘手，都是你口中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我。你一个靠吸顾家血活着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大话？顾总，就算阿言哥哥没做出亮眼的成绩，可他毕竟是您儿子，您不能这么绝情，一句话就把他继承人的身份抹了，还送去贺家当赘婿。是啊，爸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作为继承人，好好跟在你身边学习，把之前亏损的全部赚回来。顾氏集团不是你过家的游乐场，你今天为了一个女人，能毫不犹豫地把你妹妹推进火坑，明天为了更大的利益，是不是连我这个父亲都能卖掉？爸，我怎么会卖你？我也不是故意要牺牲念念的，我只是太爱微微了，一时糊涂才说了那些混账话。只要你把继承人改回来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护着念念，再也不犯傻了。联姻的事儿我也会处理好。现在后悔晚了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偏心顾念熙，她一个女儿究竟为什么值得你如此呵护？顾言，从小到大，爸爸对你我都是一视同仁。你进集团乱练，他把最好的项目和团队拨到你手里，就算对我有些偏爱，又何曾真正亏待过你半分？那又怎么样？他现在不还是为了你，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那撕掉继承人协议，摔碎妈妈的遗物，亲手取消所有联姻嫁妆，这些也是爸爸逼你做。路都是你自己选的，好自为之吧。念念，顾家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老顾，放宽心，念念有魄力有手腕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顾言，联姻定在1个月后。你曾经对我说，看在兄妹的份上，不会让我空手出嫁，会让财务给我拨款几10万买衣服。现在这话原样还给你，不过我比你大方，原本给你的5000万嫁妆照旧，至于别墅、股份，还有顾家的1分1毫，从今天起你想都不要想。我爸和顾叔叔先回集团了，顾家继承人易主，这么大的事，明天财经版头条是跑不掉的。
董事会、媒体、合作方，要善后的地方不少。念念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只是有点唏嘘。顾言曾经对我也是真的好。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哥，你流了好多汗，是不是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上来，我背你。念念，以后下楼梯别穿这么高的跟，听见没？要穿也行，提前跟我说，我来接你。好。难怪你还会给顾言5000万，还会用顾家未来掌权人的身份警告贺家，即使顾言只是个赘婿，但他始终是顾家长子，所有的和受到苛待或折辱，顾家将保留重新评估的权利。你都知道。你嘴上说要和他桥归桥，路会路，可背地里把所有能铺的路都替他铺好了。宇彻哥，你会觉得我优柔寡断吗？念念，你把他当哥哥，这些是你的真心，这份真心不会因为他变了就显得廉价。你说的对。20年的兄妹情分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我会保他一生富贵。但如果他再动歪心思，我不会再心软。阿言哥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挑拨我和顾念熙的关系，我怎么会和爸爸闹翻？继承人的位置又怎么会落到顾念熙头上？因为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你真觉得顾总换掉你是因为我的挑拨？你什么意思？他要是真想让你当继承人，就算10个我也动摇不了。可你看今天，他当众宣布顾念熙是继承人的时候，完全没有犹豫，说明他从来就没想过把顾家交给你。顾总从始至终心里就只有顾念熙。说得对，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。顾念熙，别以为有爸护着你，你就能坐稳继承人的位置。顾家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阿言哥哥，你想到办法了？顾念熙今天能这么风光，不就是因为苏家在董事会给他撑腰吗？苏雨彻自愿放弃苏家继承权，入赘顾家，那苏家继承人的身份，自然就落到了他妹妹苏曼曼头上。就是之前和你有婚约的那个苏家大小姐。没错，苏曼曼从小就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对我言听计从。只要我亲自去一趟苏家，在她面前服个软，卖个惨，她那个脑子捅2下就好。然后让他跟苏依晨对上，让苏家内部起内讧，苏家一乱，顾念熙的继承人之位自然就坐不稳了。不光如此，苏曼曼现在是苏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她要是站在我这边，整个苏家的资源就等于是我的资源。还是阿言哥哥厉害，顾念熙以为抢了继承人的位置就赢了，殊不知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呢。走，去苏家，我要让顾念熙知道，谁才是真正能掌控全局的人。我是顾言，叫你们大小姐苏曼曼赶紧出来见我。等着。阿言哥哥，这苏家的佣人真不懂规矩，竟然让你等。哼，等苏曼曼出来，我就让她辞退这个没眼色的东西。他妈的疯了吗？一个下贱佣人，竟敢泼本少爷！怎么，顾少在顾家作威作福惯了，现在还想教训我苏家的？曼曼，这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误会？顾言，你退了我的婚，还带着小三上门来找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苏曼曼这张脸特别适合被打？我只是为了保护微微不被欺负，无奈退婚，没想跟你断了联系。曼曼，只要你帮我夺回继承人的位置，我保证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谁也取代不了。怎么，想让我当你外甥还是小妾？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裹脚布吗？大清早亡了顾言。苏小姐，阿言哥哥是诚心求和，你何必这样羞辱人？闭嘴！一股子绿茶味，熏得我恶心。再多说一个字，就不是泼水这么简单了。以前的事暂且不提，我今天来是提醒你，别被顾念熙那贱人骗了。他抢了我的位置，下一步肯定要离间你和苏玉彻，把苏家也攥在手里。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顾言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脑子可没被门夹过。你要再敢说我嫂子不好，我就放狗咬你！你别不识好歹！顾念熙和苏雨彻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是好人吗？
顾念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顾念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顾大少爷不在家学赘婿的规矩，倒有闲心跑到我家里挑拨是非。哥嫂子，你们别得意，苏曼曼，你不听我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废话真多，放狗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嫂子，解气不？你呀，你可是我嫂子，他敢欺负你，我就帮你打回去。那就谢谢曼曼了。念念，看顾言今天这模样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用担心，他最大的依仗就是顾家。现在他不是继承人，没有资源和人脉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明天就是集团高管会议，这是你接任总裁后第一次正式亮相，至关重要。放心吧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一切尽在掌握。苏曼曼那个贱人，竟然敢放狗咬我！还有顾念熙，他竟然也在苏家，他肯定是故意的，故意在那里等着看我笑话。阿言哥哥，别气了。怎能不气？苏家铁了心站他那边，我还怎么下手？苏家那边暂时动不了，但我们可以换个思路，比如毁掉顾念师。我认识几个媒体圈的朋友，只要肯花钱，什么新闻都能造出来。如果这些照片流出去，别说继承人了，他在整个江城都再无立足之地。这些事，我找了个技术顶尖的朋友，用 AI 合成的，连专业人士都难辨真假，足够让他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苏家还会不会替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媳撑腰。薇薇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之前我一怒之下还吼你，是我不对。没事的，阿言哥哥，我不怪你，只要能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明天我要让整个江城的人一觉醒来，看到的头条都是顾家大小姐的丑闻，我要让她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顾小姐，昨晚轰动全网的多男主傅雅照，请问是您本人吗？有知情人爆料您私生活极其混乱，作为顾氏新任掌门人，您不觉得这有损企业形象吗？全部是恶意 P 图，集团的法务团队已经取证，谁在造谣，法庭见。您就是苏家长子苏玉晨吧？就说您有意入赘顾家，现在顾小姐出了这种丑闻，婚约还会继续吗？顾小姐，今天一早顾氏股价跌了3个点，董事会是不是已经在考虑撤换您的继承人身份？顾小姐，请您正面回复这件问题。这才刚开始呢，热搜第一，全网都在讨论。就算他脸皮再厚，这继承人的位置也坐不稳了。还不够，你爸爸对顾念熙的宠爱，说不定会动用所有关系压下这件事。我们这次务必得将顾念熙彻底拉下马，不能给他任何翻身的机会。阿言哥哥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就算爸爸再宠爱他，也打不过家法。有一个人绝对不会同意顾念熙当继承人。什么人？顾家还有谁能左右顾总的决定？顾家的族长顾大江，他思想守旧，骨子里刻着男尊女卑的念头，最看重顾家的规矩。我敢肯定，爸爸立顾念熙为继承人，只通过了长老团的表面决议，根本没知会过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找族长，让他出面打压顾念熙。走。三叔公，顾家出事了，您再不管，祖宗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。起来说话！堂堂顾家长子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顾家出什么事了？我爸他老糊涂了，他听信顾念熙的谗言，不仅剥夺了我的继承人资位，还把顾念熙推上了总裁的位置。现在整个公司乌烟瘴气，有这一个女人胡来。是啊，三叔公，阿言哥哥心疼顾总被蒙蔽，想为家族做点事，结果就被顾念熙打击报复，被逼着去贺家当赘婿。什么？胡闹！我顾家长子怎么能给别人当赘婿？而且顾家100年基业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丫头片子指手画脚了？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管理家族大事那是男人的事儿。明山这小子简直昏了头。三叔公说的对，可我爸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他现在眼里只有顾念熙，就连他出了丑闻还全力保他。什么丑闻？您看，这些都是今天的热搜。念熙小姐她私生活实在是太混乱了，这些照片和新闻闹得满城风雨，整个江城都在看顾家的笑话。
岂有此理！伤风败俗，丢尽了我顾家列祖列宗的脸。一个女人掌权，以势出阁，竟然还做出这等丑事！三叔公，您是没看见顾念熙掌权之后那副嘴脸？他说，顾家上下从今以后他说了算，什么族长，什么长老会，在他眼里都是摆设。放肆！我还没死呢！走，带我去集团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丫头片子有多大的胆子！念念、玉彻，你们来了，新闻都看到了吧？这些肯定都是顾言做的。我养了他22年，没想到竟然养出个白眼狼。爸爸，您别动气，热搜我已经安排人去压了，法务部也已经取证完毕，准备起诉造谣的媒体。压是能压下去，但你的形象还是受到了影响。董事会那边肯定会有人借题发挥。放心吧，爸爸，我会处理好。他们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打倒我，未免太天真了。各部门负责人都已到位，今天恐怕不能闪，要不要推迟？不用推迟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躲。我知道，大家今天都在关心同一件事，但恶意造谣抹黑自有法务部处理。顾氏集团看的是业绩，不是八卦。现在，高管会议。等一下，这个会不能开。顾言，你还想闹什么？各位董事、各位高管，我想你们应该都看到了今天的新闻。这个绯闻满天飞，不雅照传遍全网。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坐在总裁的位置上？有什么资格当顾家的继承人？果然是你做的。顾言，念念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你知不知道女孩子的名声有多重要？如果念念不是顾家的掌上明珠，如果她只是个普通人，她今天就被你逼死了。你这是在杀人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做什么了？这照片又不是我拍的，是妹妹自己行为不检被人拍下来传到了网上。我只是好心替大家把这东西放出来，让各位董事看清楚他们未来的继承人私底下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是啊，顾叔叔，您别怪阿言哥哥，他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也很震惊，很心痛。念熙小姐，我们也想替你瞒着，可这种事儿既然你做得出，又何必怕别人看呢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毁一个女人，顾言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别说做对手，你连做男人都不配。顾言，念念是你的妹妹呀。顾总，你们联手把阿言哥哥往绝路上推的时候，有谁想过他也是顾家的儿子？你们把事情放决在先，现在倒怪阿言哥哥反击，用犯法的手段去毁一个女孩子的清白，这也叫反击？那又如何？只要能达到目的，让念念当继承人，是我和全体董事会的决定。你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我来，对付你妹妹干什么？你果然偏宠她，都这样还要袒护她，但是今天你别想护着她。明山，你偏袒顾念熙，让她一个女人当继承人，你可还记得我这个三叔？可还记得我这个族长？三叔，您怎么从疗养院出来了？您身体……我再不来，顾家的天就要被你们捅破了。三叔公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三叔公？一个女人不在家相夫教子，跑到外面来抛头露面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三叔，你有所不知，念念现在是顾氏集团的总裁，他……明山，我只问你一件事儿：家族传承向来传男不传女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，白纸黑字写在家训上。你现在让一个女人骑在长房男丁的头上指手画脚。三叔公，时代不同了，顾家选继承人看的是财报，不是性别。放肆！长辈说话，轮得到你一个黄毛丫头在这里插嘴？明山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宠出来的好女儿，目无尊长，毫无家教。顾组长，
就事论事，这又跟念念的性别家教有何关系？苏雨彻，你一个苏家人，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们顾家的事？就是，苏少爷这么急着护花，可惜啊，有些花护不住的。再说，我知道你坚守族中规矩，但是念念过去1年经手的项目，给顾氏带来的利润有目共睹。什么董事会，什么长老团，我这个族长还没死呢。按照祖宗家法，家族大事，族长拥有1票否决权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坚决不同意他当继承人。那三叔公想怎么办？顾家的家业必须由顾家的男丁来继承，顾言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说来说去，三叔公就是因为我是女人，所以才极力反对。是又怎么样？我是族长。您是族长，论辈分我敬你，但顾氏集团不是祠堂，总裁的位子也不是靠磕头烧香就能做的。我能带顾氏赚钱，连带在座的每一位股东赚钱，这才是董事会选我的理由。放肆！云山，你看看，这丫头片子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三叔，念念说的对，顾家的继承人选贤任能。顾总，就算要选贤任能，那也轮不到念希小姐吧？一个丑闻缠身的人，有什么贤能可言？再说了，一个女人这么能赚钱，谁知道用没用什么特殊手段？这些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？是啊，爸，我是没有顾念希有手段，但我再没本事，也绝不会酿成这种败坏门风、让家族蒙羞的下作事。这些照片，这些报道，全江城都传遍了。顾氏股价今天开盘就跌了3个点。林山啊，我本不想提这事儿，给你们留点面子，可你非要保他当继承人，你看看这些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我顾家百年清誉，什么时候出这种丑事？林山，你还要袒护他到什么时候？爸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别争吵。顾总，这件事影响确实很大，或许可能真的是造谣，但舆论汹汹，对集团形象的损害是实实在的。是啊，顾小姐刚上任就遭遇这种事，以后对外谈判、商务合作恐怕都会受到影响。继承人和总裁任命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有待商榷。顾念希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。明山啊，我是顾家的族长，我不会害你。我知道你疼爱念希，可凡事要以大局为重，赶紧把继承人换回来吧，不能再拖了。都说完了。顾念希，你要是有自知之明，就自己请辞，别等我这把老骨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把话再说第2遍。三叔公，我是不会辞职的。你，顾言，这该不会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底牌了吧？各位同事，既然大家因为我的私人作风问题有所担忧，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这是江城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，鉴定结论清楚明确，所有所谓的不雅照片均系通过 AI 技术合成，原始素材来自境外某成人网站，与小顾总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集团法务部已经拟好的声明，1小时后将在各大媒体同步发布。同时，造谣源头的 IP 已锁定，证据链全部移向警方。今天下午，官方通报就会出来。官方通报一出，所有真相自会明了。黑热搜也是热度。既然有人花钱请我上头条，那我们就借这一东风，把集团下季度的规划发布会一并推出去。流量嘛，不用白不用。把危机变成机会。林小姐，我这里还有一份资料。这是付款给江城第一狗仔工作室的账户记录，付款人是林薇薇小姐的远房表叔林中国。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到了合成照片、搞臭顾念希等字眼。林小姐，不如给我解释一下这些是怎么回事？顾言、林薇薇，那些照片是你们伪造的。三叔公，我们也是没办法了。念希小姐为了自己继承人的位置稳固，不念亲情，把阿言哥哥往绝路上逼啊！那也不能损害顾家的名声。不这样做，难道等着顾家的长子被送去当赘婿吗？究竟是顾念希的名声重要，还是我这个长子的名声重要？孰轻孰重，三叔叔心里应该清楚。你说的对，我顾家祖宗规矩，家族大业传男不传女。
明山、小妍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这么多年也一直是当做继承人培养的，这位置本就该是他的。你把位置给他，一切回归正轨，不就好了吗？不行，爸，你三叔，继承人的事儿还有其他内情，我们能不能私下谈谈？爸，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摊开说的？当着三叔公的面，当着全体高管的面，您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，非要私下？你该不会又想偏袒顾念熙吧？我没有，只是这件事事关重大。事关重大，能有什么事儿大得过继承人选拔？爸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想把他护在身后？我也是你儿子，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站在我这边？爸，既然他想知道这件事，也没必要隐瞒了。好，你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之所以不能让你当继承人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明山，你说什么疯话？他不是你亲生的，那他是谁？22年前，念念妈妈去世，我怕念念孤单，从孤儿院领养他是我顾家养大的养子。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就为了把继承人的位置给顾念熙，你连这种谎话都能撒？我叫你叫了21年的爸，你现在说我不是亲生的？顾总，您就算再怎么偏心女儿，也不能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污蔑阿言哥哥的血脉。阿言哥哥为顾家做了多少事，他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，您现在一句话就想把他变成一个外人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不是顾家的儿子？我是顾言，我是顾家的长子。这个姓，这个家，这些年来所有的一切，你说拿走就拿走。顾言，爸爸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确实不是顾家的亲生儿子。闭嘴，非念熙，你好狠毒的心！为了独吞家产，竟然哄骗爸爸编出这样的谎话。知道你肯定不会相信，所以这是22年前的领养证明，有孤儿院院长的签名和公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！这是最新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全完了，我所有的文化竟然都压在了一个假货身上。这居然是真的！顾言他是个野种。顾言虽然只是我的养子，但从小我也是把他当做亲生儿子培养的。原本我也是真心实意的想把继承人的位置交给他，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亲情伤害念念，我实在是……明山啊，这件事你早该告诉我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刻把祖宗规矩捧在头顶上，结果呢，我差点把顾家的家业亲手交给一个野种，也妄图接管我顾家。明山，今天是老头子我糊涂了，顾家的事你自己做主吧。你和林薇薇伪造照片、捏造事实、恶意诽谤，对我本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坏。我已经让人报了警，你们就进去好好反省。这是给你们的警告。说什么？你报警抓我？顾念熙，我是你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的哥哥在我生日那天就已经死了。我本来并不想再对你动手，可你却伪造照片搬来组长，一环扣一环，非要置我于死地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一次又一次，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放。念熙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当年你妈妈因为生你难产去世，我害怕你孤单，也害怕你以后没人保护，所以去孤儿院领养了她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待他视如己出，给他和你一样的疼爱，一样的培养，他就会是你的好哥哥，是顾家的好儿子。可没想到，养不熟的就是养不熟。22年的养育之恩，抵不过一个继承人的位置。都是爸爸的错，引狼入室，差点害了你。爸爸，这些事谁都没办法预料，更何况前22年他的确给了我保护，给了我哥哥的爱，那些好是真的，只是后来他变了，您不用自责，您给了我一个好哥哥的回忆，这不算错。念念，你能想开就好。爸爸今天也累了，先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念念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
宇彻哥，你说一个人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呢？明明前不久他还会在我生日那天捧着全世界最好看的项链对我说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哥哥都会捧到你面前。说不定他没有变，只是暴露了本性。有些人可以伪装一时，伪装不了一世，面具戴久了总会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你还是放过了他。之前查到他违法收受回扣、挪用公款的证据，足够把他送进去关好几年，你却只追究了诽谤，让他被关几天吃点苦头就放出来。念念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救过我。顾言左边肩胛骨上有一道旧刀疤。我10岁那年被绑架过，绑匪把车停在路边，2个人下车，捂了我的嘴就往面包车里拖。我当时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是顾言追了上来，他扑上去咬绑匪的手，被人一刀捅穿了肩膀，可他还是没有松手，一直抱着绑匪的腿，让他们跑不掉，直到爸爸的人赶到。后来在医院，我问他不怕死吗？他说，你是我妹妹，谁敢动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真把他当成了亲哥哥。所以后来这些年，我收起锋芒，心甘情愿做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千金大小姐。因为我想着，集团有他就够了，他是顾家的儿子，是救过我命的哥哥。所以你这些年甘愿被人当成只会享乐的草包千金，不是在荒废自己，是在给他铺路。爸爸其实也是真心想让他继承顾家的，这22年的抚养和栽培都是真的。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到底还是变了。顾总和你对他都已经仁至义尽，这么多年救命之恩再大也该还清了。抱歉啊，于西哥，因为顾言搞出来的事儿，害你趟进了这潭浑水。你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做苏家继承人的，现在却要背上个赘婿的名声。不过你放心，等到这些事情了结，我彻底接管顾家，就和你解除婚约。念念，没有浑水，我是自愿的。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难道真的没发现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和我解除婚约，是因为不喜欢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是也对我有好感咯。念念，别有心理负担，我暗恋你这件事，苏家上下早就知道了。我爸之前还骂我没出息，说我要是不能名正言顺地住进顾家，就打断我的腿。苏伯父也太夸张了，可是你入赘了，苏家怎么办？顾家和苏家本就亲如一家，我当顾家的赘婿，又不代表我不能同时继承苏家。大不了以后顾苏2家合并，成立亚洲最大的财阀集团，你做董事长，我做你手底下的打工人，只要管饭就行。正式接管顾氏集团第1周，股价就逆势涨了8个点，恭喜你念念。这杯以茶代酒，敬江城最年轻的女总裁。你就别打趣我了，这些光收拾顾言留下的烂摊子，就忙得脚不沾地，被他搅黄的项目要重新谈，被他得罪的客户要一个个赔笑脸，还有那些被他安插进来的人，光是甄别清理就费了不知多少功夫。要不是有你在幕后帮我压着董事会，我哪撑得住？董事会那群老狐狸个个利益至上，如果不是你能力出色，拿出的方案无懈可击，就算我再怎么帮你，他们也不会服气。念念，你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。宇彻哥，你这么夸我，我可是会骄傲的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不过顾言被关了几天，应该也快出来了。等他出来，恐怕又会搞事。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他了。他出来后，随时会有人把他的行踪报到我这里。要是他安分守己，这件事就算翻篇了；要是他再动什么歪心思，这一次我绝不姑息。既然你已经安排妥当了，那我们就不提他，扫兴。说起来，小顾总今天是不是忙得忘了履行对我的承诺？什么承诺？上周你答应过我，等集团平稳了，要请你的准赘婿，也就是在下，吃一顿饭。小顾总打算什么时候兑现？怎么，在商场上雷厉风行、说一不二的小顾总，不会赖账吧？谁赖账了？现在就出发，今天所有消费都由小顾总买单。呸，真是个废物！以前以为你是顾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我才费尽心机讨好你，结果竟然是个野种，还连累我进拘留所。微微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用，害你陪我进这种地方吃苦。你放心，等我缓过这口气，我绝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都这样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顾念熙如此对我，
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微微，你放心，顾家的继承权我一定会重新拿回来。难道他真有后手？幸好没急着翻脸。阿言哥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苦都愿意吃。可现在顾家已经对外宣布了你的身份，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顾家的亲生儿子了。我们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。顾念熙风头正盛，你真有办法翻盘吗？光靠我们两个当然不行。我不是顾家的血脉，但有人是啊。什么意思？顾大江那个老东西，虽然儿子不成器，但是孙子顾之恒却在米国读了经济学博士。这些年在族里，顾大江没少念叨顾之恒是他的心头宝。你想撺掇顾大江，让顾之恒去和顾念熙争继承人的位置？顾大江那老东西重男轻女、男尊女别那套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在他眼里，女人掌权就是大逆不道。之前我是顾明山的亲生儿子，是顺理成章的继承人，他犯不着让顾之恒来争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继承人是他最看不上的女人顾念熙。没错，而且顾氏集团这么大一块肥肉，我不信他从来没有过想法。等顾之混和顾念熙斗得两败俱伤，我再出来收拾残局，到时候继承人的位置还不是信手拈来？以退为进，渔翁得利。你这个野种，居然还敢来找我！老夫那天差点被你蒙骗，做出不利于顾家宗族的大事，你现在已经被赶出顾家，还不快滚！您这话就说错了，这怎么能怪阿言哥哥呢？他又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，说到底，他也是被蒙在鼓里，被顾总骗了整整22年。三叔公，身世靡靡，我也猝不及防。三叔公，身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顾念熙一上位就要把阿言哥哥送去当赘婿。他连叫了24年的哥哥都能这么狠心践踏，以后眼里哪里还会有您这位三叔公，哪里还会有我们顾家的宗族规矩啊？三叔公，我落到这个地步是我活该，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您，为了整个顾家宗族的未来而来啊！为了我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说之恒哥最近顺利拿到了米国 A 大的博士学位。之恒是个好孩子。是啊，之恒哥才华横溢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上流着的是真真正正纯正无比的顾家男丁血脉啊！他才应该是顾氏集团的最佳人选啊！你说什么？您想想，顾氏集团那可是上千亿的资产，凭什么要交给顾念熙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人？更何况他现在还招了苏一策当赘婿。那苏一策是什么人？苏家的大少爷，他是头狼啊！名义上是入赘，实际上呢，等顾明山一死，这顾氏集团到底是姓顾还改姓苏？是啊，三叔公，如果让知剑哥回国接管顾氏，那这千亿家产可就名正言顺的落到您这一脉的手里了。您是族长，您的孙子是总裁，以后整个江城，谁还敢不听您的？顾明山那个糊涂东西，引狼入室，顾氏集团绝对不能落到外星人手里。顾言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居然还敢来！顾总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，好歹我也叫了你20几年的爸，一见面就喊打喊杀，多伤感情。顾总，我们今天是为了顾氏集团的前途，特意来给你们引荐真正的人才的。堂叔，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竟然糊涂到要把顾氏集团交给只知道买包看秀的堂妹。顾明山，老夫今天以族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，顾氏集团的继承人人选必须更改，祖宗的规矩不能废，传男不传女，念念一个丫头片子，没资格坐这个位子。三叔，我敬你是长辈才一直忍耐，但顾氏集团是由我和我太太一步步打拼出来的，跟宗族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想交给谁就交给谁，轮不到宗族来束缚我。放屁！你身上流着老顾家的血，你打拼出来的财产，那就是老顾家的族中财产。既然是族中财产，理应由族中的男丁来统一管理。男丁？三叔公是说之恒堂哥？没错，之恒是 A 大的博士，高级知识分子，比你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顾之云，顾老先生不懂法，你也不懂，需要我叫法务来给你们科普一下什么叫独立法人财产，什么叫非法侵占吗？少在这危言耸听！爸妈当年创业的时候，跟族里不少人借过钱。要我说，顾氏能发展壮大，跟族中的帮衬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他就是族产。说这话，脸皮可真厚。我并非不懂法，
我只是不想看着堂叔一辈子的心血毁在堂妹手中罢了。堂哥对自己还真自信。自然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堂妹可敢比试一下，来一场公平的竞争？堂哥这话说的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争？顾氏集团是我爸妈一手创办的，我当继承人是具有法律学教育。胡说！顾家的家业就该由男人继承。堂妹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向堂叔自荐一下罢了。毕竟集团不是过家家，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留给更有能力的人更好，你说是不是？堂哥的履历的确很漂亮 ，A 大博士，海归精英，只是堂哥没有过任何实战经验吧？我虽然没在商场上实战过，但我学的是经济学，还辅修了工商管理，理论功底扎实。理论毕竟是理论，顾氏集团不是实验室，需要的是能带大家赚钱的人，不是纸上谈兵的学者。放肆！只获得博士头衔，岂容你一个黄毛丫头质疑？三叔公，我没有质疑堂哥的学识，我只是想说，继承人的位置靠的不是头衔，是本事。头衔再响亮，拿不出结果也是空的。怎么，念希堂妹说这么多，是心虚，不敢和我比？如果你怕输，现在乖乖让位还来得及。是啊，你要是现在认输，我还能跟智慧哥求个情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让他在公司给你留个前台的位置，每天化化妆接接电话，也挺适合你的。念希小姐，现在认输总比到时候输得难看没有退路的强。既然堂哥想竞争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念念，你何必？那就以1月为限，顾念希和顾之恒各自向集团申报主导一个全新的重点项目，1个月后召开董事会看成果，谁的项目利润率高、可行性强，谁就是顾氏集团的总裁。顾念希，你死定了！顾之翰可是博士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念念，你今天为何要应下和顾之恒的比试？你是顾家合法继承人，只要你咬地不应，他们也没办法。他们3天2头的来闹，实在是心烦。正巧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，震慑一下集团中还有一心的人，还有顾言。顾言撺掇顾之恒来争继承人的位置，无非是还没死心，想看着我们争得头破血流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不过，他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了。看来你对自己很有自信。我这不是还有你吗？苏家这么多年，可是你和苏伯伯一起撑下来的。顾言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，加上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顾之恒，怎么比得过我这个天才少女和你？雨色哥，你可要帮我啊！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输的。不过，顾之恒和顾言凑在一起，难免会出些阴招，所以我也准备了后手。哦，是什么？顾氏集团的股份，你们苏家占了20%，我爸手里有40%。顾言不知道，其实妈妈也留了15%的股份。他去世后，这股份一直由舅舅保管，只等我和他谁当了继承人，就会给谁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已经是顾氏集团第3大股东了。就算我真的落败了，我手里的股份也会比顾言多。原来如此，到时候董事会一开，你还是有权利罢免他的总裁之位。正是，顾氏集团是爸妈的心血，我才不会冲动便宜了外人呢。这次的比试，他们别想得到任何好。念念，顾之恒那边已经立项了，他心高气傲，选了目前最烧钱、概念最火爆的海外新能源固态电池联合开发项目，企划书做的花团锦阵，估值吹到了1000亿级别。果然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，被海外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洗脑了。顾氏集团的根基在江城实体制造业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只会摔得很惨。商场不是写学术论文，越花哨死得越快。我们要做能立刻带来现金流，并且能死死卡住江城经济命脉的实业。没错，所以我选了江城老城区旧改与智慧物流供应链枢纽整合项目。这个项目虽然听起来土气，但一旦落地，能直接打通顾氏旗下所有实体产业的上下游，节约30%以上的成本。
并且第1个季度就能实现盈利。不愧是天才少女，你放手去做，我会在背后全力支持你。我的这个新能源项目理念领先国内至少5年，只要概念炒作起来，哪怕还没投产，光是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就能让顾氏的市值翻倍。顾念熙那个草包懂什么叫全球化战略吗？志恒哥说的太对了，我打听过了，顾念熙居然选了个是破物物流项目，简直笑死人了。那种苦力活也配叫重点项目？志恒哥这次赢定了。微微在这里提前恭喜直言哥如愿以偿了。顾言不是顾家的血脉，我不能在他一个人身上倒死。顾之翰有能力有颜值，万一顾言靠不住，他就是我的退路。堂妹，1月不见，你的项目方案写完了吗？今天要是输了，不会哭鼻子吧？堂哥还是先担心自己吧，别自信过了头，最后下不来台。真是大言不惭，一切拿实力说讲。志桓哥，我们进去。今天是顾氏集团内部汇报决策会，闲杂人等不允入内。你，阿言哥哥，先让他们嚣张一会儿，汇报会更重要。各位股东，今天我要汇报的项目方案是海外新能源固态电池联合开发。我们的海外新能源生态矩阵将颠覆现有的能源格局。我们通过构建底层闭环，打通海外资本链路，赋能整个产业链。预计3年后，我们将占领全球20%的市场份额，创造万亿价值。没想到这个顾之恒这么能说，这些股东估计都被他唬住了。堂妹，轮到你了。真是精彩的演讲，词汇很高级，方案书做的也很绚丽。堂哥不去好莱坞做科幻电影的特效辅导，真是屈才了。顾念熙，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。你懂什么叫核心科技，什么叫资本杠杆吗？堂哥懂得多，那不知堂哥可能看得懂这些。这是你觉得你的方案十分完美，可在我看来却是漏洞百出。首先，预算模糊，你宣称首期投资10个亿，但根据风控部门连夜做出的模型测算，海外电池研发一旦启动，资金缺口将高达50个亿。这50个亿的黑洞，你打算拿顾氏的实体产业去抵押填补吗？这是正常的前期投入，只要融资进。第2个问题，你的风险评估形同虚设。你合作的那家海外所谓的新能源巨头，上周刚刚被列为失信被职人，只要顾氏的资金一打过去，立刻就会被海外冻结清算。你这是在搞项目，还是在给诈骗集团送钱？不可能！你胡说！这是绝密合作，你哪里来的数据？你是在造谣！苏氏集团海外情报网亲自核实。顾博士，需要我给你翻译一下法院传票上的英文吗？怎么会？不，这不是真的。第3个问题，你的方案完全脱离江城实际。你想要进口的核心原材料，江城港口的现有基建根本不具备大规模接线能力。你连本地市场供应链的底细都没摸清楚，就敢在这大放厥词。堂哥，纸上谈兵是不配执掌顾氏。你说我纸上谈兵，那你呢？把你的方案展示出来啊！物流这种低层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。不是花哨的东西才有用，项目要能落地，能快速回流赚钱。落地回流，你就这点格局？顾氏集团要做的是引领行业，不是守着那1亩3分地过日子。可若是连基本都守不住，还妄谈什么未来？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念念，你开始讲你的项目吧。我的项目方案是想打江城36个区县的物流死别，盘活集团冗余资产，不需要画大饼，不需要赌国路，首月落地，下月现金流回正，第3个月为集团净利润增加15%，一切数据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不错，顾之恒的海外新能源固态电池联合开发项目，理念先进，但脱离江城实际，预算模糊，风险评估不足，完全不了解本地市场。新能源是未来趋势，我这是在为顾氏集团打开国际市场，提升国际地位。可方案空话落地也难，还有念念刚才指出的那几点，你的方案缺陷太多，经不起推敲。顾念熙的方案是没什么硬伤，可如此保守，没有远见，我不服。无论是保守还是大格局，方案都要能落地。之恒，你的方案此刻确实不适合顾氏。没错，假大空的东西都是虚的，能赚钱才是真的。是啊，我也赞成。这一次的项目方案，念熙小姐的更胜一筹。
我也选念希小姐。堂哥，你输了。输了！竟然输了！费那么大劲把顾之恒叫回来，他竟然输了！志恒哥，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赢了？那还用说，志恒出马轻松拿回继承人的位置。等会儿董事会估计就要发布公告了。闭嘴！要不是你们怂恿我回国，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女人，还沦为整个集团的笑话？赢，真是笑话！别挣扎了，回去好好保养一下，收拾收拾行李，准备替出嫁。难道我真的要嫁给贺家那个疯女人，去当一个任人践踏的赘婿？那顾之莹看着人模狗样，没想到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现在顾言就是个穷光蛋，难道我这辈子都要窝在这个破公寓里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给自己找个新退路。阿言哥哥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个顾之恒平时狂的没边，结果根本斗不过顾念希，顾大强那个老东西也没用了，顾念希会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啊？顾念希这个贱人，竟然在我面前装了20几年的草包，我把他当成金丝雀一样宠着护着，到头来他居然拿我当跳梁小丑耍。是啊，念希小姐的心机也太深了，连你这个当哥哥的都知道。不，顾家千亿的资产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在江城谁见到我不得恭恭敬敬喊一声顾大少爷？她一个迟早要外嫁的女人，凭什么夺走我的一切？凭什么让我一无所有？谁？有话快说！顾言少爷，火气别这么大，被妹妹像扫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顾氏内部的事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想不想把顾念希踩在脚下，拿回本属于你的一切？你有办法，你的机会只有一次，如果想，就立刻来江城顶级的天宇会所，我只等你半小时。贺明远，竟然是你！贺明远，海城那个只手遮天的贺家长子，顾念希原本要联姻对象的哥哥。顾少，别来无恙啊！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你顾气少。贺少大老远从海城跑来，就是想来羞辱我一番。别这么紧张嘛，来，坐。你找我来究竟有什么目的？目的当然是为了报复顾念希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，她拒绝我们贺家的联姻，反手将苏揽车入赘，这是在把我们贺家的脸面往地上踩。既然她不识抬举，那我就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明人不说暗话，贺明远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报复顾念希只是借口。你真正的目的是想趁着顾氏集团内部动荡，趁机吞并顾家吧？不错嘛，顾七少。被扫地出门了，脑子倒是没一起扔了。你说对了，我的确有这个想法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顾家这块上千亿的肥肉，谁不想咬一口？但顾家毕竟是江城首富，根基深厚，不是一夕之间能拿下的，只能徐徐图治。所以我需要一颗安插在顾氏内部的棋子，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你都已经被顾明山和顾念希像丢垃圾一样赶了出来，听说他们连1分钱都没给你，直接让你净身出户。你该不会到现在还想维护那可笑的养育之恩吧？养育之恩，他们一直都在利用我。我不过是他的保镖，他的垫脚石，现在石头没用了，就一脚踢开。所以啊，不如我们合作。我可以承诺，只要你配合我，帮我拿下顾家，事成之后，我可以给你顾氏集团15%的股份，让你重新做回高高在上的豪门阔少。阿言哥哥，15%的股份，那可是上百亿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翻身了，再也不用住那个破公寓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好，我答应。念念，贺家果然狼子野心，贺明远这次亲自下场，恐怕是想要借助顾言这颗废棋，从内部撕开顾氏的口子。早就料到了，跟海城贺家的合作一直都是与虎谋皮，有利有弊。只是之前顾氏处于上升期，他们能分到的利益更多，所以才没有动手。现在他们看我刚上位，觉得我好欺负，便忍不住露出獠牙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无妨，
我们在城西那个联合开发项目上拿到的回报已经足够多了，他们想玩阴的，那就陪他们玩玩。那顾言呢？需要我派人盯着吗？派2个人盯着就行。不过以他的脑子，能想出什么招，会去找谁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。他翻不出什么风浪来，我留着他，只是想看看，为了那点蝇头小利，他究竟会把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到什么地步。阿言哥哥，只要拿到那15%的股份，我们就能翻身。可我们现在已经被赶出顾家了，该怎么做呢？第一步，当然是要先搅黄顾念熙刚立项的那个宝贝疙瘩。顾氏集团在城东的智慧物流枢纽布局，只要这个项目一毁，他的资金链就会断裂，董事会必定会弹劾他。可我们连公司大门都进不去，怎么搞破坏啊？我虽然被赶出了顾氏集团，但是我比顾念熙有绝对的优势，那就是我在公司待了5年，我提前经营了属于我的人脉。项目部有个职员叫周健，2年前他在一个大项目中有过重大的财务失实，挪用了公款。如果当时被查出来，他不仅会被开除，还要面临集团巨额的索赔，甚至要去吃10年牢饭。是我私人掏腰包帮他填上了那个天大的空档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周健有把柄在你手里，他欠你一条命。那我们只要找到他，威胁他，就能轻而易举地拿到顾氏集团在城东项目的核心布局数据和底价。没错，只要拿到底价泄露给贺明远，顾念熙的心血就会彻底打水漂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周健。念念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城东智慧物流枢纽项目的核心规划和底价数据被泄露了，海城贺家那边已经动用了全部的资本链，正在疯狂截胡，准备抢在我们前面，把城东那几块核心地盘全部吞下。顾言，你果然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如果真的被他们抢在前面拿了地，卡住了我们的脖子，顾氏集团在城东的先手优势全无，我们至少要损失100亿。不急，100亿，那也得那几块地值100亿才行。念念，你的意思是？顾言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非要往死路上走。既然你联合外人想挖空顾家，那就别怪我做妹妹的手狠了。那个项目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幌子。那几块地皮下面，最近被测出是大面积无法开发的保护文物带，只是还没公布。那是我专门为顾言跟贺明远量身定制的鱼饵。原来你早有防备。当然，我不会再给任何人再次伤害我的机会。看来贺明远这次要赔大了。只是赔大了怎么能行？贺家想吞并我们顾家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他整个贺家都赔进去。走，我们去土差中心看热闹去。听说没？今天拍卖的城东核心地皮被顾家和海城的贺家盯上了，2大豪门正面交锋，这场戏好看啊！别说了，贺家人来了。那不是顾家大少爷吗？怎么跟在贺家人身后？这你都不知道？顾贺2家联姻，顾家大少爷要入赘贺家了。顾总，别来无恙啊！听说顾氏今天对城东地块志在必得，可惜啊，怕是要空手而归了。贺少手伸得够长的，海城的水不够你折腾，巴巴的跑来江城搅浑水，小心把自己淹死。苏少入赘顾家当条看门狗，倒是尽职尽责。顾念熙，今天的土拍，我贺家陪你玩个大的。等我拿下了城东，贺家全面入局江城，这江城首富的位置也该换我贺家坐坐了。顾念熙，你别以为当了几天总裁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今天有贺少在，你和你的那个破物流项目就等着破产吧。没有顾家，老子一样能把你和苏以晨这个赘婿狠狠踩在脚底下。风水轮流转，念希小姐，等今天贺少截胡成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高高在上的脸还能摆多久。到时候你若是跪下来磕头求饶，我和阿言哥哥说不定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贺少既然这么有雅兴，那今天的拍卖会，我顾氏定当奉陪到底。现在起拍城东01、02、03号连片地块，起拍价30亿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万。40亿，一上来就加价10亿，贺家果然财大气粗。50亿，60亿，70亿。这贺家跟顾家果然是对上了。顾念熙啊，顾念熙，你这是真打算死磕这块地了？
可惜顾岩早就把你们的开发底价摸得清清楚楚，只要80万的数字没错，你城东的整盘棋都是我贺明远的了。80亿。怎么，顾总不跟了？他哪是不跟了，他那是没钱了。叶希小姐，没钱就趁早下台吧。这块地贺少志在必得，你争不过的。90亿，强撑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我可是调动了150亿，这次你绝对抢不过我。100亿，念念，你冷静点，这么大额的资金调动，董事会绝对不会批准，别冲动。那就用我个人股份抵押，今天这块地我必须拿下，120亿。顾念希，没钱就别硬撑，一个女人也配在商界跟我斗。150亿。贺明远，你这是恶意竞价，这块地对我们顾氏的物流枢纽至关重要，你别欺人太甚。顾念希，贺大少只是正常出价而已，哪里恶意竞争了？你要是有钱的话，继续跟啊。念念，不能再加了，你会把整个故事都压上去的。150亿已经到了我的低价，要是再加，我也有点持不住了。可你知道的，这块地要是能拿下来，顾氏集团至少挣500亿。500亿，城东项目竟然这么赚，难怪他这么不顾一切的想拍下。180亿。贺少，他急了，这已经是顾氏能拿出的所有流动资金了，只要压死他，他的项目就彻底流产，到时候顾氏就是您的囊中之物。你说的对，老子今天要让他顾念希知道，谁才是商界真正的王。200亿，贺家出价200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顾念希，你还能跟吗？念希小姐，认输吧，这块地是我们贺少的了，你呀，还是回去当你的花瓶总裁吧。既然贺少这么喜欢这块地，那顾氏就不夺人为爱了。恭喜贺少喜提城东帝王。200亿1次，200亿2次，200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贺家。顾念希，我还以为你会跟我拼到最后一口气呢，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顾念希，你笑什么？你输了！你的物流双纽计划彻底破产了，你们顾氏在城东再无立足之地。贺少，友情提示一下，规划买地最好先看看当地的文物保护规划局的最新通告。你说什么？贺少，城东刚刚被测出古代亲王大墓，文物保护规划已经发了公告，禁止任何施工。200亿买个不能动土的古代遗址，贺家真是财大气粗，我顾家自愧不如。顾念希，你阴我！这怎么能叫阴你呢？贺少，是你自己非要往坑里跳的。恭喜贺家喜提新地，我们就不奉陪了。雨彻哥，我们走。顾岩、林薇薇，你们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竟然害我落入顾念希那个箭射设下的陷阱。贺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那个项目方案盖了公章，我亲眼看过的。亲眼看过？你的眼是瞎的吗？顾氏真正的核心项目根本不是什么智慧物流，而是早就秘密过审的城东科技园区。这两个没用的废物，被人当猴耍了都不知道。顾岩，如果贺家完了，你也别想活。贺大少，您先消消气。那块地块突然被划入保护范型，禁止施工，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意外。不过您放心，前期投入的款项最后都会原路退还的。退？你当是菜市场退货？200亿的成交价，光拍卖佣金就要10个亿，拍卖已经成交，服务就算完成，这10个亿一分都退不回来。我真不知道会这样。还不止，就算走退路，层层审批、反复审核，要耗到什么时候？一旦地块被确认为文物保护区，彻底禁建，我们砸进重金抢来的地就成了废纸。几百亿资金锁死，股价暴跌，合作方集体撤资，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。贺大少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也是被顾念希那个小贱人给骗了。一
句不知道，就想糊弄过去老子的10个亿。顾言，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你要是填不上这个窟窿，或者拿不出让我满意的补偿，你们应该听说过我们贺家发家前是干什么的。贺家早年是那条道上的，阿言哥哥，你想想办法，我不想死啊！贺大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亲自去，我保证一定能拿到顾氏最核心的核心商业机密。周建，2年前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可还在我手里，你竟敢拿假情报来骗我，害得老子和贺大少损失惨重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想被送进去喝茶？顾少饶命啊！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那份方案我也是偷偷从总监的电脑里偷偷拷贝出来的，我哪里知道那是假的呀？阿言哥哥，你冷静点。我看周建他也没有这个胆子骗我们，有可能是因为他职权太低，拿不到真正绝密的核心机密。算了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上次的事情老子暂且不和你计较，但是这一次，周建，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出任何差错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可是顾少，城东科技园区那种核心机密都锁项目部保险柜里，我不可能拿得到的呀。拿不到没关系，只要你把你的门禁和权限给我就好。阿言哥哥，万一我们被发现，快走，别浪费时间。找到了，顾念心，没了这个，就等着被董事会扫地出门吧。顾氏集团终究是我顾言的。太好了，阿言哥哥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翻身了。不过，这么机密的文件，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找到了？顾念熙就是太自以为是，觉得没人敢动他的东西。可万一，我们还是打开看看吧。能有什么万一？你们女人就是麻烦。蠢话！好久不见啊，我的好哥哥。深夜造访，还翻遍了抽屉。哥哥原来是想找这个啊？还满意吗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自然是在等你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么明显的东西，哥哥看不到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今天能这么顺利的刷卡进门找到文件，都是因为我提前打好了招呼。这可是我特意让项目总监把这份文件放在最显眼的抽屉里，连锁都没上。我是不是很贴心？不可能，我们的计划做得那么隐蔽，周建也是阿言哥哥私下联系的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当然是因为周建是我们的人。不可能，周建欠我一条命，他挪用公款那件事是我替他压下来的，没有我他早就进去了，他怎么可能背叛我？欠你一条命？顾言，你用周建2年前挪用公款的把柄拿捏他，逼他为你卖命，替你偷机密文件。可现在我是顾家掌权人，他自然知道谁才是真正能保住他的人。周建在你第一次找他的那天晚上，就已经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交代了。你的每一个要求，每一句话，他都录了音。我让州官全程配合你，将计就计。你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；你让他查什么，他就查什么。每一个你自以为掌握的情报，都是我让他递给你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从你们走进天宇会社见贺明远的那一刻起，念念就什么都知道了。监视我？监视？顾言，你勾结贺家，意图窃取商业机密，吞并顾氏。我监视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我应该双手奉上顾家的家产，任由你和贺明远瓜分？顾言，从一开始你就输了。你以为念念还是当年那个任你欺负的小闺女？你以为你的野心才能天衣无缝？蠢货！你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对顾念熙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看着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你面前做一些蠢事。顾言，你太高控自己了。我只是想看看，为了金钱和利益，
你究竟会把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到什么地步？现在我看够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顾念熙，就算我不是顾家的亲生儿子，可我也给你们当了22年的家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家人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你做了多少伤害念念和顾叔叔的事儿？顾言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该揉你转？你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别人就应该无条件原谅你，然后继续把最好的东西捧到你面前。我那也是被逼无奈，谁让你们不把顾家交给我？你们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，我只是你们养的一条狗，一条保护顾念熙的狗。利用你？爸爸把你从孤儿院带回来，给你最好的教育，给你顾家长子的身份，给你在集团历练的机会，甚至原本打算把整个顾家都交给你，这叫利用。顾言，顾叔叔对你的养育之恩22年如一日，你不但不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。明明是你们从一开始就在骗我，你们让我以为我是顾家的儿子，让我以为我是继承人，然后在我最得意的时候告诉我一切都是假的，你们才是骗子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一次又一次，可是你呢？你不但没有回头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想要毁掉顾氏集团，窃取商业机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3年起步，最高10年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说说你。海岩哥哥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不想再进去了。等等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是贺家大小姐的未婚夫，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要是把我送进去，贺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顾家跟贺家的联姻难道不想要了？贺家，你该不会忘了，上次你偷错了项目方案，导致贺家元气踏伤，他现在自顾不暇，还有空管你？贺家内部已经开始清算他的责任了，他们哪还有余力管你？更何况，贺家想要吞并顾氏集团，做出这种事，贺顾2家的联姻早就已经不作数了。斗不过，完全斗不过，不该这样的。念心小姐，念心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顾言和贺明远逼我的，我只是个棋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微微，你在说什么？念心小姐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是跟着顾言跑了几趟而已。那些计划都是顾言想的，文件也是顾言偷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林微微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这场闹剧的源头不就是你吗？当初你为了挤进豪门，上赶着替我回林家联姻，为此顾家给足了你们林家资源和人脉，可你却在见到顾言后贪欲膨胀，想当顾家的女主人。为此你装柔弱，玩心机，刻意勾引他，一步步挑唆他做出各种荒唐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过得好一点而已。你想往上爬，想过好日子没有错，可你用错了手段。你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，甚至不惜毁掉别人的人生，这就是你的错。带走。顾念熙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念心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念念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只是有点累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雨彻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顾言和林微微跑了？昨晚的事本来是要押他们去报案的，谁知道半路上竟让他们给逃脱了。普通人想从我们公司的保镖手里脱身，可能性不大。我怀疑有贺家的人在背后帮忙。贺家，看来他们还是不死心，想借顾言之手对付我们。官方已经发了通缉，但还没找到。顾言心思深沉，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。爸，你年纪大了，最近没事就少出门吧，安全要紧。别光惦记我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顾叔叔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人手保护念念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会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边。好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到处都是警察，我们跑不掉的。都怪那个贱人！
要不是他设局陷害我们，我们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方？陷害是你自己要去偷文件的，我早就说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偏要去。你现在怪我了？当初是谁跟我说，只要拿到文件就能翻盘的？是谁在我耳边吹风，说贺明远能帮我们夺回一切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你以为你真的爱我吗？你只是喜欢我捧着你、哄着你、叫你阿言哥哥的感觉。你要的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虚荣感。你打呀，你打呀！打死了我，你就真的一个人了。警察来了，快跑！我们到底还要在这个鬼地方住多久？我受不了了。能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你以为我们现在还能住5星级酒店吗？我不想过这种日子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？你回得去吗？你爸妈现在肯定跟你划清界限了。你以为他们还会认你这个女儿？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我当初要是安安稳稳的去贺家联姻，现在早就是贺家的少奶奶了，哪用得着跟你在这里受苦？去贺家？你以为贺家那个花花公子会真心待你？你不过是他玩腻了就丢的玩具罢了。那也比跟你强，你算什么？一个野种，一个被顾家扫地出门的野种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说你是野种，一个没人要的野种，顾家不要你，你亲生父母也不要你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臭婊子！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还是顾家的大少爷，是你把我害成这样。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就这样认输。顾念熙，你给我等着！念念，城东科技园区项目正式启动，预计带动江城 GDP 增长5%。现在外面都在夸你这个最年轻的女总裁呢。这一切都离不开你的支持。对了，顾言和林薇薇有消息了吗？还在追捕中。最新监控发现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城东的陈墩村，那一带监控盲区多，不太好找。让他们继续找吧。以顾言的性格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念念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知道。念念，其实今天约你出来，不光是吃饭。念念，虽然顾家和苏家早已定好了婚约，但我从来没有正式求过婚。我知道这桩婚约是两家定下的，我甚至不需要求婚你就会嫁给我。但是念念，我希望别人有的仪式感你也有，这些仪式不应该因为早有婚约就没有。念念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只会爱你一个人。我不是因为婚约才想娶你，我是因为想娶你，所以才庆幸有这桩婚约。念念，嫁给我好吗？让我用余生来守护你，爱你，宠你，不管你是顾家的千金，还是顾氏的总裁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值得我用一生去珍惜的人。好。吃吧，今天只有这个。他现在可真风光啊！整个江城都在讨论他，都说她是江城最年轻、最漂亮、最有能力的女总裁。闭嘴！你冲我发什么火？又不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得意，我不能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他。你疯了！杀了人，那我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活路？我现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住在这种地方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像老鼠一样东躲闲藏。顾念熙却在豪宅里享受荣华富贵，凭什么？可是我们根本接近不了他呀，
苏玉彻给他安排了那么多保镖，我们连顾氏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。接近不了他，那就换个人。换谁？顾明山。顾明山是他最大的软肋，只要控制住顾明山，顾念熙还不是乖乖听我的？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我不仅要让他把顾家还给我，我还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了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不能自己动手，我们得找个帮手，比如贺明远。他还肯帮我们吗？上次我们害他损失了10个亿。正因为损失了10个亿，他才更恨顾念熙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而且贺家虽然伤了元气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们手里还有人脉和资源。贺少，是我，顾言。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你知不知道你害我损失了多少钱？贺少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更恨顾念熙，不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有一个计划，可以让你报仇，也可以让我拿回顾家，但是需要你的帮助。见面谈。好，老地方见。坐吧。说吧，什么计划？绑架顾明山，然后呢？然后逼顾念熙单独来见我们，让他签下股份转让书，把顾氏集团还给我。你以为顾念熙会乖乖听你的？顾明山是他亲爹，他不会不管的。而且到时候我们可以用顾明山的命威胁他，他敢不听？贺少，这个计划如果能成，您不仅能拿回那10个亿的损失，还能从顾氏分一杯羹。我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？计划倒是可行，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你上次害我损失了10个亿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再坑我？贺少，上次是我大意了，被顾念熙算计了，这次我亲自盯着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而且，贺少，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，我肯定活不了。但我死之前，一定会拉你做垫背。贺少，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帮我就是在帮你自己。你不帮我，我就去找别人。但到时候我万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说贺家也参与了盗窃商业机密的事儿，你在威胁我？不敢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顾言，你比我想象的有种。好，我帮你，但我有条件。事成之后，我要顾氏20%的股份。20%？太多了吧？多？顾言，你别忘了，没有我的帮助，你连顾明山的边都摸不到。20%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而且，事成之后，你跟贺家的联姻照旧。你入赘贺家，做我妹妹的丈夫，这样你就是贺家的人，顾家那边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好，成交。3天后动手，我会派人帮你盯着顾明山的行踪。到时候你们负责动手，我负责处理后续。好。顾总，要不我帮您去给小顾总送饭吧，您就坐在车上等。没事，我就上个楼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顾总小心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顾念熙，好久不见。顾言，不愧是我的好妹妹，这么久了，还是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声音。你打给我是想干嘛？我是想告诉你，咱爸在我手上。你说什么？来，跟你的好闺女说说话。念念，别怪我，
老东西！爸，你怎么样？顾言，你想要什么冲我来！放了我爸！今天晚上8点，城东废弃工厂，你一个人来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带了别人或者报了警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爸了。念念，怎么了？顾言绑架了我爸。什么？他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带人去。不行，他说了，只能我一个人去，否则就撕票。这明显是陷阱，你不能去。我必须去。念念，于岁哥，那是我爸，我不能让他出事。但我们不能被动的跟着顾言的步调走。念念，我知道你很急，可越是这样，越要稳住。好，别怕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顾念熙，他真的会来吗？他会的。顾念熙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重感情，为了他爸，他一定会来。爸，过来！好一个父女情深。顾念熙，你还真敢一个人来。我想你们父女见面，应该有很多话说吧。念念，快走，别管我！闭嘴！你再废话，我不介意给你放血。顾言，我已经按约定来了，放了我爸。不急。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，把顾氏集团交给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念念，不要，那是爸妈留给你的心血，不能给他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公司股份哪有你重要？顾言，股权转让协议我已经签了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你没资格讨价还价。好，你别冲动。终于到手了！顾言，放开我爸！放了他。顾念熙，你以为我真的会放你们走？你想干什么？只要你们活着，顾氏集团在我手里就不安稳。集团里的那些老东西肯定会被你们蛊惑。只有你们死了，这一切才真正属于我。你这个畜生！顾家养你20多年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顾家养我，不过是利用我，把我当工具人。现在，工具人要失主了！对不起，我不想杀人，我不想彻底弄脏手。念熙小姐，我提前给你通风报信，你能放过我吧？你主动提供线索，配合警方行动，我会和警方出具谅解书，帮你争取从轻处罚。多谢念熙小姐，多谢念熙小姐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我只是想过好日子，不想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你这个贱人，我都是为了你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却背叛我。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最初，你以为自己能稳稳地握住继承人之位，所以你逼迫顾总取消我的联姻，你享受我对你的崇拜和依赖。但当你知道自己继承人的位置因此不保的时候，你的所作为都只是为了你自己。从来不是为了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爸，让你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我输？
谁敢动你，我就跟谁拼命。念念，以后下楼梯别穿这么高的跟儿，听见没？要穿也行，提前跟我说，我来接你。小公主，22岁生日快乐！只要是你想要的，哥哥都会捧到你面前。林薇薇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！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是你让我去争继承人的位置，是你说顾家应该是我的，现在你居然出卖我！你闭嘴！你别说都是为了我，你本来就有野心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会这么做。我只是推了一把而已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你看上我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以为我真的爱你吗？我爱的从来就不是你这个人，我爱的是顾家继承人的身份，是顾家女主人的位置。你不过是我往上爬的梯子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孤儿院的弃儿，一个顾家养大的野种。要不是你是顾家的继承人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顾念熙至少是真千金，是真正有资格继承顾家的人。你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从来没爱过你，我爱的是你的钱、你的地位、你的继承人之位。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对我来说连条狗都不如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，顾言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拼了命去维护的女人，这就是你为了她背叛家人、放弃继承人的女人。22年的养育之恩，比不上一个虚伪女人的几句甜言屁语。爸爸给你的信任和机会，比不上一个虚无缥缈的继承人位置。顾言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顾念熙，你以为抓了我你就赢了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这一切，贺明远也有份儿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他还会有机会？什么意思？顾言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绑架都搞砸了，竟然还把老子咬了出来。贺明远，大半夜的，这是准备去哪儿体验生活？苏曼曼，你敢拦我？我可是海城贺家的长子。海城贺家长子。就在10分钟前，顾氏联合苏氏已经全面追击了贺家在股市的所有盘口。贺家涉嫌多项违规操作、商业欺诈以及指使绑架，资产已被全面冻结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？你以为顾言绑架顾叔叔的时候，我们在干什么？那是我嫂子故意拖延时间，给我们争取到了将你们贺家连根拔起的机会。贺明远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就在刚才，警察已经将贺明远抓了，你就老老实实和他在里面团聚吧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求你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一次又一次，可你从来没有珍惜。念念，念念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！爸，医生说了，你要好好休息，这几天别去公司了。念念，爸爸没事儿，倒是你昨天晚上一个人去那种地方，吓死爸爸了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你妈交代？爸，我没事，雨辰哥带人来得及时。顾叔叔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没能提前阻止顾言，让您受惊了。这不怪你，谁能想到那个畜生？哎，不说了。老顾，好消息，顾言对绑架、勒索、意图谋杀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加上之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子，数罪并罚，至少20年。20年也好，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吧。还有林薇薇，因为她主动提供线索，算是戴罪立功，加上她只是从犯，可能会从轻处罚，判个3-5年。3-5年，希望他出来以后能重新做人吧。宇彻，这次你做得不错。我只是不想再让他一个人面对危险了。好啊，念念，宇彻，你们的婚礼定在什么时候？这得看念念的意思。那就下个月吧。
正好城东科技园区的建基仪式也要举办。好。念念，快点，我带你去吃冰激凌。哥哥，等等我。念念，我们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一步呢？念念，今天来不是来叙旧的，律师说你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最后一面。是啊，我盼了20年，你满意了吗？念念，我在里面想了很多，我想起小时候，你怎么都不肯自己睡觉，非得我陪着你给你讲故事。我相信你每次摔倒都忍着不哭，直到看到我跑过来才哇的一声哥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是真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恨我吗？说不恨是假的。你绑架爸爸，要杀他，要毁掉顾家，那些事我没法当没发生过。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原谅，可是念念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不是从被抓那天开始后悔的，是从你转身离开工厂头也不回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把你弄丢了。顾言，你曾经是我最好的哥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保护过我，宠过我，那些回忆我不会忘。我今天来还想亲口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？爸爸的伤已经好了，医生说没有后遗症，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。那就好。还有，我马上要结婚了。婚礼？对，我不能邀请你参加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以前总说要亲手把我交到值得托付的人手里，这个人我找到了。苏立彻那小子配得上。是。念念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不会了。明白了。念念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走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以后念念就拜托你们苏家了。哈哈，老顾，你这话说的，玉彻是入赘顾家，该说拜托的应该是我才对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既是见证顾氏集团城东科技园区的建基，也是见证顾念熙小姐和苏玉彻先生的婚礼，双喜临门，可喜可贺。现在请顾念熙小姐和苏玉彻先生交换戒指。念念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挚爱，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守护你，爱你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你愿意陪我走过这一切，谢谢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站在我身边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起走。我嫂子太美了，我哥太帅了。念念，你妈妈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你说，顾言现在在监狱里，会后悔吗？也许吧，但后悔已经没用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那说好了，以后每一天我都要让你开开心心。好。